当地时间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并发表致辞。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新方案，王毅阐述了中方的4点主张。王毅特别强调，世界发展到今天，各国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要共享发展机遇，谋求合作共赢。片面追求赢者通吃，执迷打造小院高墙，只会禁锢自己，割裂世界。中方提出要建设和平安宁、发展繁荣、公道正义更加美好的未来。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风险挑战层出不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各国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以合作促安全。大国尤其要做出表率，打破地缘政治小圈子，超越冲突对抗小集团，做世界团结的推进器，国际和平的压舱石。王毅还表示，要强化国际法治权威，抵制恃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反对单边制裁等霸权行径，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针对人工智能，王毅指出，中国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将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第79届联合国大会10号在纽约拉开帷幕。未来峰会是本届联大期间备受瞩目的重要高级别会议。峰会为期2天，通过了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和子孙后代宣言。在24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面对全球冲突动荡、发展失衡、治理失序等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团结而非分裂，合作而非对抗。归根结底，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中方愿以本次峰会和本届联大为契机，推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同世界各国携手同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更加和平美好的明天。中日外长23号在纽约的会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王毅表示，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是双方的共同责任，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把握两国关系正确方向，把两国领导人的共识落到实处，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也表示，日方重视日中关系，面对国际形势中不断上升的风险挑战，日中应保持各领域各层次沟通对话，包括协商解决好核污染水问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就在几天前，中日就核污染水排海一事达成4点共识，其中包括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设立覆盖排海关键环节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并确保中国等所有利益攸关国有效参与其中，以及这些参与国的独立取样监测、实验室分析比对得以实施等。王毅在会见上川洋子时进一步表示，中方反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理所当然，日本既然同意接受长期国际监测安排和中国等利益攸关国独立取样监测，就应该说到做到，不要节外生枝。日本并没有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的在福岛地区呢，进行核污染水的排放的核查。虽然呢，这个国际原子能组织在当地呢有所驻扎，但是呢一些活动，我想呢也是受到了一些方面的限制。王毅外长呢他所说的这段话，实际上呢隐含着中国对日本能不能够落实中日两国达成共识的一种担忧。外界注意到，此次王毅是应约同上川洋子会见，这也是两人继7月在老挝万象后时隔约2个月再会面。7月23号，日本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在访华期间也与王毅举行了会晤，并与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举行了会谈。值得一提的是，日方消息人士透露，日本已向中国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军舰良月号今年7月不顾中方舰艇的一再警告，驶入中国领海是无意之举，此为严重错误，并称涉事舰长已被撤换。这名军官今年5月才就任良月号舰长。日方透露，除了舰长外，其他没能及时发现问题的船员也将遭到处罚。今年7月4号，隶属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第4护卫队群第8护卫队的驱逐舰良月号闯入
入我国领海，在不顾我方警告的情况下，全速航行20分钟后才离开。此前，中方批评日方此举是非法且不当，并要求日方进行彻底调查，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发生。中日关系未来发展呢，可以说呢，大方向上来说前景是好的，但是呢，也有令人堪忧的地方，因为呢，中日两国，总有一些偶发事件、突然事件，来呢干扰两国关系。关键呢是怎么样对待，怎么样很好的处理，不要让呢这个偶发事件呢成为损害两国关系大局的导火索。23号，王毅还会见了黎巴嫩外长哈比卜，重点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说，无论局势如何变化，都会坚持站在正义一边，站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阿拉伯兄弟一边。我们高度关注地区局势发展。当天，王毅还分别会见了印尼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以及委内瑞拉、巴拿马、埃塞俄比亚和匈牙利外长。联合国大会是联合国主要的审议、监督和审查机构，由联合国全体193个会员国共同组成。大会每年9月至12月举行一届常会，通常分为2个阶段，前段为一般性辩论阶段，后段为大会审议列入议程的各项议题阶段。在一般性辩论中，联合国各会员国代表可以就国际问题发表各自看法。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持续至28号。分析认为，在中美竞争加剧、全球地缘政治和安全局势日渐不稳定、气候变化和数字安全等议题迫在眉睫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发言备受关注。按照联合国官网发布的日程安排，美国总统拜登作为东道主将于24号发言，王毅则将于28号代表中方发言。而当今世界巴以冲突、俄乌冲突的当事方，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等，也将在未来几天内发表讲话，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中国呢，作为一个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而且呢，作为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一贯呢是站在人类和世界发展道义的制高点上，来呢公平公正的对待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中国方面的表态呢，当然呢。我们呢都非常期待。据国防部发布的消息，应美方邀请，9月18号至2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率团赴美国夏威夷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并会见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此次中美军方高层举行面对面会谈，传递出哪些信号？两位战区主官又围绕哪些热点议题重点讨论？来看报道。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会见时，围绕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另据此次会议官网释放的消息，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强调了美中军方之间保持沟通的重要性，以减少误解或误判的风险，并肯定了此次会议是推进落实中美元首去年11月旧金山会晤做出的恢复中美军方高层沟通的承诺。参会期间，吴亚楠还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参会代表进行双边会见或互动交流。有分析指，在当前中菲两国因南海争议关系紧张之际，中菲两军将领进行互动，说明双方有意愿保持沟通渠道，防止误解误判。中美两军的关系最好的时候，远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自从佩洛西竄台之后，中美两国的关系、两军的关系急剧降到谷底，使之进入接近一种所谓结冰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很危险的，特别是对于中美两个大国来讲。那么自从中美关系改善，我们想看到逐步开始向正常方向发展，这种方向转换之后，那么两军的关系也迅速的逐步恢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吴上将访问夏威夷参加这个活动，是两军关系的一种缓和的象征，一种标志。在战区这样的层面上，那么对这些问题阐明一些双方的这些做法，这样呢有助于避免误解。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方连续2年出席参加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去年8月12号到18号，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徐启林率团赴斐济出席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并访问斐济，期间与时任美军印太总部司令阿奎利诺举行会谈。这也被视为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会众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中方宣布取消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取消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取消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等反制措施后，中美为恢复军事交流所做的一次努力。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会晤达成共识，双方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去年12月以来，中美两军各层级互动持续展开。本月1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举行视频通话，这也标志着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提出的4项两军交流合作机制全部恢复。对于两军战区领导在不到10天时间2度沟通，并且由线上来到线下，有观察指出，战区领导沟通的特殊性在于，这是直接管控一线海空部队行动的指挥员的直接交流。这种交流有助于减少两军之间误会的发生，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知道，所有的大政方针必须要都落到实处，落到实处都是由这些执行部门来具体的来执行。从这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南部战区司令和太总部所讨论的，一定是两国的这种所谓的辖区相重叠范围内可能出现的这样具体的军事务，尤其是在南海，由于前一阶段美国在这儿闹了不少事情，从这些事态呢，现在我们如何把它消弭，如何把它控制住，保证不要出现这种我们称为擦枪走火，就是中美军事交往，它呢很多的地方呢就是所谓的技术措施性的交流。这都是要部队具体执行的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比方说两军的舰船、舰机相遇了以后，大家不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类似于这样的技术措施，恐怕都是他们交流的主要内容。根据公开资料，解放军南部战区管辖区包括南海地区，辖区内的作战行动归南部战区负责，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是美军的6个区域统一作战指挥部之一，也是美军覆盖地理范围最大的战区司令部。从南极到北极，从加州到印度洋，都是它的作战行动范围。可见双方的交集正好处于当前局势升温的南海地区，所以此次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大概率就是南海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轮南海局势持续升温，美方作为域外国家的介入是主要因素。去年以来，菲律宾在南海多个方向向中国挑衅，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且多次拿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与南海局势挂钩说事。在菲律宾多次挑衅活动中，附近常有美军舰机活动。此外，美军还经常在南海展开所谓的航行自由、飞越自由等行动，实属火上浇油。今年5月才接任美军印太总部司令的帕帕罗也多次在相关问题上释放错误信号，特别是在8月，帕帕罗声称美国舰艇可以护送在南海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舰艇，这无疑将加大中美两军摩擦的概率。菲律宾在仙宾礁的坐滩失败后，菲方宣布没有计划撤除美国部署在菲律宾的低风陆基中导系统，这是冷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印太地区部署此类中程导弹，更是美国的中程导弹系统首次登上第一岛链。低风系统可配备射程450公里的标准6超音速导弹和最大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均覆盖我国南部沿海省份。更值得警惕的是，菲方还提出计划采购低风系统的可能性。对于菲律宾的采购意愿，外界表示怀疑。有分析认为，美国试图以采购低风系统作为在菲延长驻军的借口。对此，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在14号警告称，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无权介入中非涉海争议，更不得以双边条约为借口损害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当前南海局势局部升温反复，其根源在于菲律宾一再侵权挑衅、冒险妄为，在于美国不断拱火浇油、挑动对抗。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谁在南海兴风作浪，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都将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坚决反制。
最近多项民调显示，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支持率继续走高，目前更胜特朗普一筹，但差距不大。随着投票日的临近，美国媒体提出两人再办一场电视辩论，哈里斯接受，但特朗普却以离投票日太近为由拒绝。特朗普还透露，若是1月败选，4年后将不再竞选美国总统。如此的态度转变引发外界关注。If you're not successful this time, do you see yourself running again in 4 years? No, I don't. No, I don't. I think that will be it. I don't see that at all. I think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特朗普的这番最新表态引发外界关注。事实上，这是他4天内第2次提及败选可能。在19号的一场活动上，特朗普提及，如果没有赢得这次选举，和犹太人有很大关系。此前，特朗普很少公开承认自己可能在大选中失利，他通常坚称只有存在舞弊才会发生这种情况。2020年，特朗普寻求连任失败后，不仅他本人拒绝承认败选，他的支持者还发动了国会山骚乱。目前，特朗普竞选团队对特朗普的此番表态尚未做出更多说明。有分析认为，特朗普这一表态显示出他对这次总统选举有点底气不足，因为在59岁的哈里斯宣布接棒拜登参选后，特朗普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还有观察指，特朗普不打算在4年后再次出马，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届时特朗普将是82岁高龄，而他今年针对拜登参选时的主要攻击话术就是指责已经81岁的拜登过于年迈。随着投票日的临近，特朗普近期也在各项政策上与哈里斯展开激烈攻防，其中就包括枪支管理议题。21号，哈里斯在接受采访时语出惊人。I'm a gun owner. Tim Walz is a gun. I did not know that. If somebody breaks in my house, they're getting shot. Yes, I hear that. I hear that. Probably should not have said that. But my staff will deal with that later. But you have been a gun owner for a while. Yes, I have. Yeah. 哈里斯此前一直支持收紧枪支管制措施，包括禁止持有攻击性武器，对枪支购买者进行更严格的背景调查。不过，哈里斯强调，他也支持美国宪法第2修正案，该修正案保护拥有枪支的权利。与之相比，特朗普则赞成减少对持有武器和弹药的限制。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期哈里斯似乎多次有意强调自己拥枪的事实。在与特朗普9月10号进行的辩论上，哈里斯也曾声称自己和副手沃尔兹都拥有枪支。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人的枪支拥有率创下历史新高。对拥枪一向多持反对意见的民主党人，最近调查显示也有30%人家中拥有枪支。有分析指，哈里斯针对枪支的表态似乎是为了吸引更保守选民的支持。Here's my point, Oprah, is that I'm not trying to take everyone's guns away. I believe in the Second Amendment. 哈里斯当地时间周3将发表有关美国经济愿景的演讲。据悉，哈里斯计划通过更详细的阐述经济议程，应对拜登任期内物价飙升的问题。特朗普一直批评他迟迟没有发布自己的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正是哈里斯接棒拜登以来选民对其最担心的部分。最新民调显示，目前特朗普的选情仍输哈里斯一筹，但差距不大。哈里斯以50%的总体支持率领先特朗普4个百分点，但在5个摇摆州，两人之间的差距在1%以内。离美国大选正式投票日不足2个月，有美媒邀请哈里斯和特朗普于10月23号再办一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哈里斯接受了邀请，并在社交媒体上向特朗普下战书，但特朗普拒绝，理由是为时已晚。10月23号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是1月5号，不足2周。本月20号起，明尼苏达州等地已率先开启提前现场投票，到10月中旬还将有10多个州陆续开启投票。在对外放风几个月后，美国商务部23号正式宣布，将提议禁止在美国境内的智能网联汽车中使用来自中国的软硬件，并希望在明年1月新任美国总统上台前确定最终规则。对此，中国外交部一连2天回应表示，中方将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美方做法最终也会损害自身利益。根据美商务部最新声明，针对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软件禁令将适用于2027年及以后的车型，硬件禁令将适用于2029年及以后的车型，包括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但不影响农业或采矿车等不在公共道路上使用的车。具体来说，拟议规则将禁止进口和销售与中国或俄罗斯有联系的集成到车辆连接系统或自动驾驶系统中的软硬件。
VCS 是一组允许车辆进行外部通信的系统，包括远程信息处理、控制单元、蓝牙、蜂窝、卫星和 WiFi 模块。ADS 指的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操作汽车而无需人工干预的自动驾驶系统。这些系统通常配备 L3 至 L5 级自动驾驶汽车上，这也是自动驾驶系统的最高级别。目前大多数具备自动驾驶能力的车辆都处于 L2， 这意味着驾驶员必须保持注意力并随时准备接管，例如特斯拉的 Autopilot。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3号再次打着所谓维护国家安全的幌子，对拟议禁令进行辩护，声称在极端情况下，中国等外国对手可能会关闭或同时控制多辆在美国运行的车辆，从而导致撞车和道路堵塞。但拜登政府的官员承认，目前美国道路上行驶的中国汽车很少。尽管雷蒙多声称拟议禁令与贸易或经济优势无关，但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经济顾问、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雷纳德承认，此举也是拜登政府在汽车行业贯彻由美国人在美国制造的目标的一部分。We saw a similar playbook in the China shock of the early 2000s that harmed our manufacturing communities, and this administration is determined we will not see a second China shock. 外界注意到，作为重度汽车爱好者的拜登，在其2020年的大选电视广告中就提到要重振美国汽车业，并大力发展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I believe that we can own the 21st century market again by moving to electric vehicles. And by the way, they tell me, and I'm looking forward, if it's true, to driving one, that they're making an electric Corvette and go 200 miles an hour. You think I'm kidding? I'm not kidding. So I'm excited about it. 对于美国的最新打压举措，中国外交部一连2天进行回应，表示美方应停止以国家安全为名行打压遏制他国之实，为各国企业营造开放、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也将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美方针对特定国家企业及产品采取歧视性做法，违反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扰乱国际贸易投资，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最终也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事实上，汽车智能化发展已经是产业趋势。美国道路上几乎所有较新的车辆都属智能网联车辆，有车载网络硬件，可以接入互联网，与车内外的设备共享数据。因此，美国可能禁用中国智能网联汽车系统软硬件的动向，此前就引发许多利益相关方担忧，认为短期内重整供应链难度较大，很难避免负面影响。代表通用、丰田、大众、现代等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汽车创新联盟，早在4月底就在提交给拜登政府的一份文件中曾警告说，更换汽车使用的硬件和软件都需要时间。该联盟表示，汽车系统的硬件和软件都经过了广泛的生产前工程、测试和验证过程，一般来说不可能轻易与其他供应商的系统或组件互换。目前相关政策仍需接受30天的公众评议。有消息透露，这一酝酿中的新禁令已经加剧了经济学家、观察人士对美方保护主义、对华脱钩不断升级的担忧。一些专家指出，美方不顾及经济成本而推动保护主义，最终可能导致自身产业落后。美国商务部信息和通信技术办公室主任利兹坎农透露，基于这项新规，美企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或将被要求停止往美国进口在中国组装的车型，迫使他们转移在中国的生产线。美国现在采取这样的一种保护主义的措施呢，它虽然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比如说把中国的这个汽车业更广范围的，就是说更严格的把它排斥在美国市场之外，但是它并不能够帮助真正确立美国汽车业的竞争力。这样的一种打压措施，它可能会导致美国汽车产业的供应链的调整成本上升，使得它的这个汽车业的这个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反而是降低的。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赫夫鲍尔表示，拟议的新规意味着美方朝脱钩迈出一大步。曾在美国财政部任职的赫
夫鲍尔指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曾承诺，美国对中国的直接贸易限制将仅限于先进科技领域，并称之为小院高墙策略。如今，这个小院已经变成大片牧场，且看不到明显的围墙。外界注意到，根据美国商务部的公告，这项禁令的落地时间定在了明年1月20号之前，也就是美国下任总统宣誓就职之前。因此，这项打压中国汽车行业的最新举措被认为是拜登政府希望留下的政治遗产之一。实际上，这项拟议的禁令经过了长达10个月的酝酿。去年11月，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国公司在美国测试自动驾驶汽车时收集和处理敏感数据提出了所谓警告，并对10家主要公司提出了质询。今年2月，拜登宣布对中国制造的网联汽车展开调查，并在7月对这项规则进行了完善。我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后，美国商部又建议全面禁止联网汽车使用中国软硬件。那您分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主持人好，美国商务部禁止使用联网汽车使用中国产的软硬件，大概出于4个原因：一是美国的电动车及相关产业竞争力很弱，不惜用这种超限制裁来保护自己的产业。日本经济新闻说，即便美国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100%的关税，中国电动车的竞争力仍然超过了美国企业。美国的调查公司 McLaren 的数据显示，即便美国对本国产的电动车给予税收优惠和购车补贴，电动车和电池的技术性能和价格与中国相比仍然是遥不可及。美国的电动车销量只占汽车销售总量的10%，中国是50%，世界平均水平是20%。二是为了美国的大选，美国政府希望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获胜。新能源汽车是民主党和拜登极力推动的产业，并且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给每个购买美国制造的电动车的用户$7000补贴。但是这个政策对美国电动车产业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共和党特朗普则认为那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在两党都比赛谁反中国更猛时，民主党政府先出手，目标之一就是要哈里斯获胜。三是所谓的安全担忧，担心被监控或者远程控制。在美国人来看所有联网的设备都可能存在安全隐患。拜登政府今年2月起就在对潜在危险进行调查，说什么在极端情况下，外国对手可能会同时关闭或者控制所有美国运营的车辆，造成事故，阻碍道路。美国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他们自己是经常这么做的，实际上它是一种借口。四是给欧盟打招呼，不要在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上妥协。欧盟对华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议案退回表决了。美国担心欧盟要是不打贸易战或者降低税率，那么美国扼杀中国电动车发展的图谋就难以得逞。如果欧盟最终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那么未来会对我国电动车产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如果欧盟最终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对中国电动车产业它是有影响力的，但是不会伤筋动骨，不太可能阻止中国汽车制造商向欧洲市场继续出口。虽然美国和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征税100%，但是中国电动车出口这2个国家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而欧洲是中国电动车出口的主要市场，欧洲市场上55%的电动车都来自于中国。按照欧盟的评估，如果不增加关税，中国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可能会达到80%左右。欧盟对新能源汽车的钟爱，对气候变化的重视都比北美要强得多。一般来说，市场把50%的税率视作是一个门槛，过了这个坎就可能出现报复行动和摩擦升级。现在欧盟预计的增税税率从17.4%到37.6%不等，会影响中国车企在欧洲市场的销售量和利润率，但是不会对中国利益造成致命打击。当然一旦欧盟决定加征关税，中方必然会反制，已经列出了报复清单。由于中国采取的是点对点反制措施，那些投票支持增税的国家是一定会被打同的。美台年度的所谓防务工业会议在美国召开，聚焦美国对台军售等议题。
而就在此前一天，美26家无人机制造商扎堆窜台，美台新一波军事勾连动作引发各界关注。那么双方为何在无人机上大做文章，又体现了美方何种企图？来看报道。第23届美台防务工业会议23号在美国费城召开，为期3天的会议将深入讨论如何强化台湾的所谓防务与安全。会中还将特别关注对台军售、双方防务工业合作生产，以及如何解决采购武器的延迟交付等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叶小迪对深圳卫视分析，这恰恰暴露出美国妄图掌控全世界各方的军事利益的虚伪性。事实上，台媒之前已有报道过，美援台军事物资多有过期发霉的现象，真正获益的只有美国军火商，台当局只不过充当一个提款机的角色。台湾当局其实花费了非常多的那个岛内民众的税收，去购买了大概200亿美元的军售武器，但是这个200亿美元的军售武器到现在都没有被交付，可以被看作是这个买家已付款，卖家不发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且这个卖家呢，他还想通过这种开会的方式去延长他的发货期限，来拒绝这个买家的这个收货的请求。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刘湘平对深圳卫视分析，2016年以来，美国军工复合体不断加强对台军售。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方面向台湾出售武器达到193亿美元；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对台各种军售也达到数十亿美元，都严重地违反了中美817公报中有关美国售台武器的相关规定。美国要进一步的去加强跟台湾的勾连。以满足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的这个需要双方的话呢，互相的那个勾连，给我们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给我们的祖国统一大业制造障碍。就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一天，26家美国无人机系统和反无人机系统制造商代表扎堆抵台，与岛内业界同行、负责武器采购和开发的军方官员以及其他研究人员和工程师会面。有台媒披露，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无人机需求大增，但供应链赶制不及，加上很多零附件都是中国大陆制造，美方想打造一个不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26家厂商窜台，所谓合作，实际是寻找配件供应商和代工厂。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访团成员还包括生产臭名昭著的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的宇航环境公司。去年5月，宇航环境公司就曾跟随美国代表团访问了台湾地区专门负责军事技术和武器研发的中山科学研究院和相关无人机企业，讨论台湾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状况。今年1月，中方决定对该公司实施制裁。美国那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那个厂家到台湾去进行所谓的合作，实际上的话呢，也是这个售台武器当中的一环。他们到台湾去的话呢，所谓的合作就是想将来为台湾出售军用无人机，这很明显的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应该来说，是给台独分子打气鼓气是严重的冲击了两岸关系，破坏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一个进程。去年，台军曾计划向美国采购弹簧刀无人机，引发岛内舆论热议。台湾时事评论员介文吉就抨击弹簧刀是摆在每个台湾老百姓家门口的武器。有分析指出，弹簧刀攻击无人机的飞行距离和续航时间，决定了其只能近程作战，作战场景就是在台湾岛上，依托城镇和复杂地形展开作战行动。而一旦台湾岛沦为战场，最终牺牲的只会是台湾老百姓。对于美国无人机制造商窜台，岛内舆论评论称又来骗钱了，合作伙伴是假，提款机是真。然而，台当局防务部门却抓住美国官方组无人机访问团窜台的时机，主动透露由台方研制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是款多功能无人机系统，还首度公开官兵透过手提电脑及遥感远距操作无人机的画面，但此型无人机仍在验证阶段，尚未量产。
外界注意到，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在无人机领域大做文章。赖清德今年3月尚未就职时，就参访了嘉义的无人机研发中心，鼓吹台湾无人机发展现在是天时地利及人和，盼台湾成为无人机供应链的亚洲中心。为此，当局经济主管部门近期还组建了所谓无人机联盟。不过，有分析直言，台湾地区目前无人机产量不高，想打入国际市场还比较困难，而且联盟内不乏泛绿政治色彩的经理人。中国国民党籍明代赖世宝就讽刺，该联盟充满了图利特定的绿友友们，就是要图利某些倾向于一些的企业，一做的企业都是绿友友的偏绿的企业。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上周还透露，美台双方先互相理解各自无人机的生产量能，再进一步讨论交流合作或是共同生产。他还称，台产无人机可能不适宜用自己的品牌，但可成为国际供应链的一环。此番言论是否意味着台方军用无人机将以向美国军购为优先，引发关注。台湾地区的无人机起步较晚，台军目前只有数百架无人机，4种机型，因此去年台当局就制定了无人机计划，目标是到2024年中打造出3200多架军用无人机，其中包括不到2公斤的迷你无人机，还有航程150公里的较大型无人侦察机。不过，有分析认为，台当局想要完成目标，面临着较大的技术难题，引擎、电池及通信系统等关键领域仍是难以跨越的技术鸿沟。此前由于技术不达标，无人机坠机事故在岛内频发。另有分析指，即便台军在今年顺利提获3200多架无人机，并妄图借此以武谋独，其图谋也难以得逞。以台湾的家底，当这些无人机都沦为炮灰后，民进党当局大肆宣扬的无人机计划，恐怕最终落得一个名存实亡的下场。台湾当局它由于自身的这个资金、技术还有这个人力的问题，它无法跟美国长期的去组成这个供应链的联盟。那这样子的一个围堵，从时效性和从这个坚韧性以及这个长期性的角度上面来看，它是没有办法成功的。26家美国无人机系统或反无人机系统制造商的高管窜访台湾，与台方无人机业界人士共同探讨所谓的美台合作生产无人机事宜。那对此您怎么看？我认为这次新闻的看点不在于美国26家最为顶级无人系统或反无人机系统制造商的高管倾巢而出，齐聚台湾。而在于这次活动的居中协调方是美国在台协会，牵头带队的这是美国商务部，同时美国的国防部则派员随行。相应的，赖清德当局也派出了台经济部门以及负责武器采购与开发的台防务部门官员对口接待。而在此之前，为了彰显跟美国合作生产无人机的决心，台经济部门还联合台湾无人机生产商组织了一个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并且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扬言要在2028年让台湾的无人机产量增长10倍，月产无人机15000架，并将台湾打造成为亚太第一个所谓的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中心。这个所谓的无人机民主供应链中心，说白了就是要彻底摆脱对中国大陆生产的无人机以及零配件的依赖。那么从中我们可以解读的信号就是：第一，美台双方已经决心准备在无人机生产领域内奋起直追；第二，政府与军方的参与意味着美台双方合作生产无人机，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着眼于民用，而是要着眼于军用；第三，他们联合生产军用无人机的目的是为了针对中国大陆；第四，美台双方正在联手准备跟中国大陆在无人机生产领域内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军备竞赛；第五，他们已经预判到了未来一旦台海爆发战争，无人机不仅会是战场上的主角，甚至会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那在您看来，美台双方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此重视无人机的合作研发与生产呢？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美台双方总结了正在进行中的俄罗斯与乌克兰这场战事的经验与教训的结果。我曾经说过，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海湾战争，是人类战争模式由机械化向信息化转移的标志。而俄罗斯与乌克兰正在进行中的这场战事，不仅会诱发人类军事武器的再度变革，
甚至会改变人类对于战争的传统思维。而在我看来，这场俄乌之间的战事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就在于无人机作为战争武器，正式登上了人类的战争舞台，并且在战争中发挥了其他传统武器无可比拟和无法替代的作用。事实上，跟被号称为世界第2军事强国的俄罗斯相比，乌克兰一是在军人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二是在火炮弹药上处于绝对劣势，三是在中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上处于绝对劣势，四是在海空军力量上处于绝对劣势，飞机数量跟俄罗斯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海军装备与人员更是基本上为零。乌克兰之所以能够撑到现在，并且在战场上并没有一味地处于下风，除了有西方援助的武器在打击精度上的优势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跟俄罗斯相比，乌克兰更好地运用了无人机来作战。不仅如此，乌克兰还是全世界第一个其实组建无人机作战部队，并将这一不对称的优势发挥到极致的国家。我认为具体来讲，跟其他传统武器相比，在俄乌战场上崭露头角的无人机至少是具备了这么几大优势：一是技术含量并不高，造价非常低廉，以至于对方要拦截一辆无人机的成本要数十甚至是数百倍于无人机本身的制造成本。这就是乌克兰舍得用大量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袭击俄罗斯的油气基础设施与军火库，并取得相当不俗的战绩的原因。第二，无人机作战不仅具有异常机动灵活的特点，不用机场跑道，由单人扛着就可以发射，而且跟只能趴在地上作战的装甲车与坦克相比，它可以跳出地面飞到空中作战，相当于从1维空间跳到了2维空间。这就是在这次俄乌战事当中，两国的步兵会谈无人机色变，以及由装甲车和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在无人机面前基本上没有抵抗能力的原因。第三，跟装甲车和坦克相比，无人机还能够跟 AI 技术充分结合，可以被远程遥控进行精准打击。第四，最为关键的是，用无人机不仅可以进行远距离作战，尽可能的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与装备，而且几乎可以让己方的无人机操作人员实现零伤亡。这就是在尝到了苦头之后的俄罗斯，最近也开始下定决心要组建自己无人机部队的原因。那您认为无人机在台海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对于由美台主动挑起的这场无人机军备竞赛的前景，您又怎么看呢？我认为未来假如台海真的因为台独而爆发了战争，那无人机在战争中的独特作用将会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甚至是决定性的。这背后的原因非常简单，过去美台双方之所以判断大陆难以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登岛作战，尤其是难以用重装机械化部队进行登岛作战，主要就是因为两岸之间隔着一条上百公里宽的台湾海峡。但是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大规模应用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大陆完全可以用无人机来取代装甲车与坦克，甚至是取代士兵进行登岛作战。也就是说，将来无人机的大规模运用将会使得台湾海峡的天然障碍被飞跃。我甚至认为，由于传统飞机油耗大、飞行距离短、作战时间有限，尤其是传统飞机需要借助跑道才能起飞，而在战时，飞机跑道将会成为被对方先行攻击的目标。因此，未来的台海作战夺取制空权的任务将会由无人机来完成。那么，在这场美台主动挑起的无人机军备竞赛上，我认为大陆已经赢了，美台双方已经输了。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来看两组数据就行了。第一，当前中国大陆在全球注册的无人机数量已经高达126万架，占到全球总量的70%以上，远远甩出第二名好几条街。第二，在无人机生产的技术上，根据最新发布的全球无人机专利布局报告，中国大陆的申请数量占全球54%，比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多出了1.8倍。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当前全球其他国家生产的无人机当中，绝大多数配件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这也就意味着，
在这场无人机的军备竞赛当中，美台双方不仅输了，而且输得非常彻底。无人机已经成为了中国大陆应对美台双方的不对称作战优势。除此之外，在未来可能爆发的无人机大战当中，台湾方面还面临着3大难以克服的劣势：一是土地面积过小，缺乏战略纵深，容易受到无人机饱和密集式的攻击；二是台湾岛上人口稠密，城市众多，而且四面环海，逃无可逃；三是跟大陆相比，台湾不仅缺少兵员，更缺少高素质的无人机操作员。